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苗族姑娘的故事。华夏大地上有很多神奇的民族，有为世人所熟知的民族，也有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民族。其中的苗族应该是大家听过最多的神秘民族。苗族是个很美的民族，有独特的文化，还有神奇的古术巫术。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很美的苗族小姐姐跟我说过，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有很多苗族的寨子，熟苗接触外界，而生苗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离。女孩子一般都是用蛊的高人，男孩子一般都学习巫术，那里的巫术更接近于自然，相对于道术禁忌要少很多，是一种更加古老的法术。我很喜欢苗族的姑娘，她们热情似火，敢爱敢恨。当然了，今天要讲的故事跟这个姑娘有很大关系，所以我就提起了这个让我神往的民族。那是一个很泼辣很美的姑娘，我一直说她的长相跟性格完全分离，一张文静到极致的脸庞，张口闭口就是国粹。大茶缸子喝白酒，抱着整只鸡生啃的选手，实在是跟文静联系不上。之前的时候，我热衷于探险露营之类的，那个时候圈子里的人特别喜欢带着我，或者说他们是喜欢带着会讲鬼故事的少年，而我就是一个特别善于讲鬼故事的少年，吓得各路小姐姐花容失色。所以啊，我在当时的圈子里算是抢手货了，毕竟找一个我这样会讲鬼故事的不是很多。我记得那天是盛夏的一天，一个新成立的露营小团体，选择的位置也是很神奇了。在潍坊的白浪河边上，这种丝毫没有冒险感觉的露营，其实我是很少参加的。但是那天属于特殊情况，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苗族小姐姐邀请我，加上当时的我正处在辞职期间，百无聊赖的，我就欣然前往了。这个来自苗疆的姑娘，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。她一直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，所以我也不好多问，毕竟某些苗寨还是比较隐秘的。这个姑娘有着所有苗族姑娘该有的一切特点，热情、火辣且执着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觉得她对我下了什么蛊毒，让我为她痴迷。现在想想啊，就是我浪荡的性格在作怪罢了。我一直很忌讳招惹苗族的姑娘，因为她们对爱情的执着让人难以想象。因为不知道叫什么，我就一直叫她桃子，加上她特别喜欢吃桃子，不管你什么时候见到她，她都能从包里掏出来一个桃子，热情地问：“你吃吗？”不过她叫我去，并不是因为我讲的鬼故事多么好。这个姑娘经历过的神秘事件，远比我要诡异的多得多。之所以带着我，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特别讨厌的人。这个人一直纠缠着她，不知道为啥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就跟头驴一样，倒是跟长相没啥关系，就是那种我一眼看上去，这个人应该就是头驴，所以我一直叫他大驴。大驴很喜欢桃子，但是吧，大驴这个人稍微有那么一点死缠烂打的意思，而且有点以自我为中心，就是那种我喜欢你，你就得喜欢我的感觉。脸皮还出奇的厚，因为桃子身手不错，所以大驴经常挨揍。但是人家有越挫越勇的勇气，超级无敌的那种。那天晚上我就跟往常一样，在晚上10点开启讲故事的模式时，大驴就开启了无情的打断模式，就是那种我说几句，他就得来一句扯淡，骗子。而故事嘛，大家本来就是听个乐呵，况且大家出来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听我讲故事的，听的就是一个气氛。
慢慢的我就发觉了不对劲，原来桃子一直在我旁边。我稍微讲点恐怖的时刻，他就紧紧抱着我的胳膊，妩媚无比。我低头看了看桃子，眼中满是温柔，当然还有一丝不可察觉的厌恶感。我抬头看看大驴，大驴死死盯着我的胳膊，那感觉简直就是想要一驴蹄子给我踢断。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小妮子是把我当成挡箭牌了呀！那果断不能如他所愿，因为频繁被打断，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大家伙就各自散去了。毕竟这次活动是人家大驴赞助的，大家也不好说啥。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孤独，所以就自己找了个石头坐，看着白浪河，桃子也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河边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如果她是个普通的女孩子，我这种浪荡的人怎么可能让家人独自坐在河边，吹着冷冷的晚风？她大概是需要我的外套的吧。不过我也只是想想了，毕竟我可没那个本事去破除蛊术。大驴很是时候的过去，浪漫地给桃子披上了一件外套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她身边，看起来倒是郎情惬意的，很是浪漫。漫天的繁星，银河在脚下流淌，不知道桃子跟他说了点什么，大驴受惊一样的扭头就走了。随后桃子看到我在看他们，就冲我做了个鬼脸。我一瞬间有些破防了，毕竟美女嘛，大家都是很喜欢的，我也不能免俗。他走过来，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：“其实你是真的会打鬼的是吧？”我有些无奈地笑了笑，并没有回答。其实像我这种有正经工作的正义道士，很少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看着我没回答，桃子也没继续问，接着自顾自地继续说：“你说有没有可能被鬼上身之后，在打鬼的同时，那个被上身的人也是很痛苦的？”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这个姑娘到底想要干什么呢？于是伸手指了一下河边的柳条，她突然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丢给我一个桃子自己走了。我有些无奈地看着地上的桃子，好好的桃子只能浪费了。因为我对桃子过敏，因为被大驴破坏了气氛，那一晚谁也没能玩得尽兴，一群人极度不开心，我倒是无所谓的。我去露营，单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清静。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帐篷里，桃子坐在我的帐篷门口，很伤感的一种感觉。虽然我们两个人之间交流很少，偶尔他会问我一些关于修行的事情，我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我是一个道士的。不过我也没问，毕竟直觉告诉我，我可承受不了苗族女孩的爱情。因为我是个浪荡的人，所以保持距离是最好的。突然他回头问我：“你说你的道术相比起我苗疆的蛊，哪种更厉害？”我瞬间冷汗直流，不大的脑门子上密密麻麻一层汗，赶紧表示不是一个系统的，没法比。他又问：“那你的道术比起我苗疆的巫术如何？”我承认这个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我。我一直想试试这种接近于原始的法术，比起我们道家的法术，到底谁更胜一筹？来了兴致，我自然也就跟他犟了起来。因为我知道的嘛，苗疆来说，多数女孩子学习蛊术，男孩子学习巫术是一种天赋，很少有女孩子能学明白巫术，所以我也不担心。我大放厥词，他呆呆地看着天空，突兀地说：“本来应该是个很美好的夜晚，可惜被那头蠢驴破坏了。”说着，他一脸狡猾地看着我，看得我老脸通红。我头一次被一个女孩子用一句话、一个眼神搞得老脸通红。我们打个赌，
看看你能不能破了我的巫术。说完，他起身，在月光之下跳动着诡异的步伐，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步伐，不同于我们道家的雨步，但是又带着一丝相似。他回头看着我说：“我们苗疆的雨步是不是更接近于自然？”我恍然大悟，他跳动的应该是我们道家改良之前的雨步。随着步伐的变化，他的嘴中念念有词，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回荡在河边。一瞬间，一股浓厚的困意包裹住我全身，我不禁惊愕，一个小丫头片子竟然有这么深厚的功力。我没得办法，只能暗自诵读清净经，抵消这种未知的咒语给我带来的困意。我到那一刻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周围安静的出奇，原本在草丛里瑟瑟鸣叫的秋虫都停止了鸣叫。忽然之间，一股浓厚的阴气瞬间包裹住了我，脖子上挂的天元珠放出阵阵温热，慢慢的甚至有点烫，一股股驳杂的阴气充斥着那一小片天地。天元珠是一颗雷击枣木的珠子，除去阴阳珠，这个东西是我最宝贝的玩意了，也是目前我坛上除了阴阳珠跟雷玉，单价最贵的一颗珠子。是一个捉妖的家伙送给我的，说是封印住了那只妖全部的灵气，真假不得而知，不过确实能量爆棚。后来在一次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不小心留下了一条划痕，给我好一个心痛。我不禁手掐剑诀，凝视着前方。我这个人平时虽然托大，但是遇到这种感觉就不是很好对付的东西时，我还是很认真对待的。我本来以为他用的应该是香港的神打，或者是茅山的下茅之术，脑子里飞速运转着我手头能用的东西。我思考了良久，貌似除了河边的柳条，没别的能用了。我总不能用天元珠去打的，所以我偷偷到河边扯下来一把柳条，编成了一条简单的鞭子，就是两头一捆，中间一捆的那种。因为时间紧急嘛，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收束的一瞬间，桃子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冲着我憨憨地笑着。我无奈地抽动了一下嘴唇，难不成这孩子招上了一个傻鬼？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不远处的帐篷突然冲天而起，紧接着大驴从飞天的帐篷里探出来一个脑袋瓜子，嘴里大叫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语言。落地之后一把撕扯掉帐篷，紧接着开始在地上翻跟头。这个时候我才算听明白了，这个家伙嘴里念叨的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。嘿嘿，跟他同帐篷的人这个时候也被惊醒了，看着他一连不断翻了18个跟头，隔壁帐篷的姑娘们也起来了，大家围坐一圈鼓掌叫好。一群人都以为大驴在表演才艺，虽然不知道为啥大半夜的起来。我有些无奈，实在是想不通，被招上来的这位到底是个什么来路？按理说在水边上来的应该是水里的，可是这玩意明显是个猴子，难不成是水猴子？但是我可没听说过水猴子会翻跟头的呀。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桃子突然爬到我耳边说：“你说过的，你有办法打鬼的时候，顺道揍一下被附身的人。”我一瞬间恍然大悟，也对哦。还没等我出手，一起的一群人里有个明白的，已经看出来大驴这是被附身了。这个时候让我胆寒的事情发生了，桃子恰到好处地丢了一根绳子过去，几个老爷们蜂拥而上，但是这个东西明显武艺高超，力大无比，3个壮汉愣是没控制住，抱腰的、抱胳膊的、抱腿的，但是人家转了个圈圈都甩开了。
我看事情不对劲，赶紧一鞭子抽了上去，大驴瞬间疼得龇牙咧嘴的，几个人这才用绳子一拦，给他绑到了树上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，反正就是觉得大驴不对，上身的鬼该打，用鞭子一鞭子一鞭子的抽打着。柳树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奇怪的，招鬼但是能打鬼。我考虑着这东西应该是能通阴阳，所以鬼也能触碰，自然也就能打鬼了。为了增强效果，同时证明我打的确实是鬼，不是大驴，我含了一口咬破中指的血。我可怜的中指，下山以来，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我咬破了。涂上血的鞭子抽打到大驴身上之后，这个家伙叫得更加凄惨了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还好这个地方比较偏远。后来那个地方盛传了很长一段时间闹鬼的传说，其实我也有更好的办法弄走他的。但是嘛，因为我看我抽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，甚至还带着点得意，所以我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一些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那种鬼哭狼嚎的声音终于变了腔调，随着一声“你大爷”的腾空而起。我知道亲爱的大驴回来了。众人一番解释，大驴对我感恩戴德的，带着一身的伤，连夜驱车回去了。一番折腾之后，我们留下来的几个聚到一块，又愉快地讲起了鬼故事。我最后一次见到桃子是在我钟鼓楼的那一次，之后再也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他的一切，就好像他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一样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所有人都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后来有人跟我说，他是苗寨下来历练的难得一见的天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